40亿卖掉星巴克中国，5年后稳赚130亿，等等，这笔账有问题。星巴克刚把中国业务的60%股权卖给博裕资本，网上全在喊资本运作教科书，稳赚不赔。但我看了3遍财报，发现了3个致命风险，没人敢说。更离谱的是，就在星巴克撤退时，瑞幸在狂杀进美国市场，一个往外跑，一个往里冲，谁会先倒下？这2个案例加在一起，藏着跨国扩张最残酷的真相。第一层，表面上的完美交易。先说说星巴克官方的说法，拿到40亿现金，改善财务状况，保留40%的股权，继续分享增长红利。未来10年授权费总价值130亿美元。博裕有本土资源，能开到2万家店，听起来完美对吧？但如果真这么完美，为什么要卖呢？看看星巴克在中国的3大死结。第一个死结，重资产的致命枷锁。8000家直营店意味着什么？每年数百亿人民币的租金、人力成本，每开一家新店需要总部审批、资金支持，市场下行时，这些固定成本会吞噬利润。第二个死结，决策链条的灾难。中国团队想推一个产品，需要向亚太总部汇报，亚太总部向美国总部汇报，美国总部评估品牌一致性，等批下来，瑞幸已经迭代3轮了。第3个死结，品牌溢价的崩塌。2018年，星巴克等于身份象征；2024年，星巴克等于被 Manner、瑞幸围攻的传统品牌。数据说话，星巴克客单价35元 ，Manner 15到20，库迪9块9。在价格战中，星巴克的重资产模式根本扛不住。现在关键问题来了，星巴克把控制权交出去，真的是好事吗？最大的风险叫品牌失控，一旦博裕拿到60%的控股权，决策权就在博裕手里，不是星巴克。如果博裕为了快速开店降低选址标准怎么办？如果博裕为了利润降低咖啡品质怎么办？如果博裕为了竞争打价格战怎么办？星巴克只有40%的股权，根本说了不算。品牌是星巴克的命根子，但品牌的执行权现在在博裕手里。第二个风险，星巴克说这笔交易价值130亿，但这个数字有多大水分？拆解一下，40亿现金，这是真金白银，但40%的股权呢，取决于博裕经营的好坏；10年授权费呢，取决于门店数量和营收。如果博裕经营不善，后面的90亿可能大打折扣。第3个风险，2万家店的盲目乐观。博裕说要开到2万家，这可能吗 ？Fact check 一下，中国1线城市已经饱和，下沉市场有蜜雪冰城、库迪。星巴克的品牌定位不适合下沉。2.5倍的扩张需要多大的资本投入？如果开不到2万家，星巴克的授权费就会大幅缩水。就在星巴克撤退时，瑞幸宣布要进军美国，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镜像。你看，星巴克在中国是重资产直营，面临本土品牌围攻，跨国决策链条慢，租金人力成本高，最后被迫出售控股权。瑞幸在美国呢，也是重资产直营，面临星巴克的主场优势，同样的跨国决策链条慢，美国的租金人力成本更高。结果怎样？瑞幸会面临和星巴克一模一样的困境，但更糟的是文化壁垒。美国人对咖啡的理解和中国完全不同。监管风险，别忘了2020年的财务造假，美国的 SEC 盯紧零品牌认知。在美国，瑞幸是谁？饱和市场，美国咖啡市场已经没有增长空间。我的判断，瑞幸在美国大概率会烧掉数十亿美元之后安然退场。但这不是嘲笑瑞幸，跨国扩张本身就是地域难度。3个问题留给你：第一，你认为博裕能开到2万家店吗？依据是什么？第二，如果你是星巴克 CEO， 你会做这个交易吗？第三，瑞幸在美国有没有可能跑出不一样的路径？把你的分析打在评论区，我会置顶最有深度的回答。这场东西方的咖啡战争才刚刚开始，我是杨然，关注我，一起过滤这个时代的噪音。